我们睡觉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，一般情况下你自己是听不到的。如果你想听一下，你可以通过录音 App 将它给录下来。但是你在检查录音的时候，如果听到了奇怪的内容，你会怎么做？有一名美国女子珍妮，她使用一个叫做 Sleep as Angel 的 App 帮助睡眠。这个 App 可以录下她睡觉时候所发出的各种声音。她使用了一阵子后，感觉用起来还不错。她觉得听到自己打呼噜的声音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然而，在数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这个 App 似乎录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由于珍妮是一位单亲妈妈，她和3岁的儿子住在一起。她的儿子平常在睡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样，但就在录到录音的那几晚，她的儿子突然对她说，他特别害怕夜晚来临，因为当整个房间都漆黑一片的时候，他就会看到有一个人飘在床上，睡在他们的身边。起初珍妮没当回事儿，以为就是小孩单纯的怕黑说的理由罢了，所以就简单的安慰了一下他的儿子，以保证他的儿子能够安心睡觉。在这件事后不久，有一天他心血来潮，想播放一下 App 里所录到的声音，想听听他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说梦话或者打呼噜。然而当他开始播放的时候，他被吓到脸色惨白，不断的发抖。录音的一开始，他听到自己说了一句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在他说完后不久，听到一名男子以低沉的声音回答他：“没做什么。”接着，这名男子继续低沉的声音说：“这是他们吗？”这使得珍妮开始不知所措了，因为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儿子，假如有第3个人的存在，不是遭遇了小偷，就是有未知的东西在他们家。当时他睡得很熟，因此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与第3者或者是东西对话。不久后，他给家里装上了防盗设备，但没装监控，因为他不喜欢被录下睡觉时候的样子。虽然他装了防盗设备，并且监控录像上也显示并没有第3个人入侵过他家，但是他仍在半夜录到与那名男子的对话，甚至他很清楚地听到那名男子叫出了他的名字。过了数月，更惊恐的事情朝他而来。当他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耳边窸窸窣窣地讲话。虽然他听不清那人在讲什么，但他吓得不敢睁开眼睛。他紧紧地抱着他的儿子。过了一阵子，那东西不在他耳边说话了。他以为这个东西已经离开了，他正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，他又感到那东西又再次回到了他的床边。这次的压迫感非常的重，他全身的汗一直流着。诡异的是，当时正处冬季，但他却觉得整间房间的空气几乎没有在流动，像是进入了一个静止的空间。这种恐怖的感觉一直到凌晨才消失。他当时迫切地想要马上搬出这个房子，只是因为时间太过于紧急，一时之间无法找到其他的房子，所以只好忍受继续住在这令人不安的房子里。珍妮在发生这一系列恐怖的事情后，她虽然还是继续使用着这个睡眠录音 App， 但她实在没有勇气再次重新播放录音的内容。过了一阵子，她到美国的论坛谈及此事，有一些热心的网友帮她分析了她的状况，甚至有人还解析了她的录音，帮她解开了一些谜题。不过分析的结果却吓坏了她。
因为里面女性的声音的确是她的没错，但另一个声音却不是属于她或是任何人，因为其频率低于我们人类所发出的声音频率，所以这不是属于人类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录音里的低沉男性声音，它根本就不是人。珍妮听到网友的分析后，即使还是没找到新的房子来住，但是她已经不敢再住在这间房子1秒钟。此时此刻，她带着儿子先凑合着住到附近的旅馆，然后卖掉了这房子，准备抓紧找新的房子住。珍妮后来通过周边好心的邻居和网友的评论得知，她所居住的社区里有一些人信奉某不知名的宗教，以前常常会在社区里举行诡异且不正常的祭祀活动。虽然邻居没有细说，但他怀疑他的房子曾经被这帮人进行过所谓恶灵召唤的仪式。这时候他猛地回想起来，当初在他搬进这间房子的时候，前任房主曾千叮咛万嘱咐过他，在主卧室旁边有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的门是永远锁死的，没有钥匙可以打开。前任房主对他说，由于里面常常散发出一些奇怪的味道，因此前任房主建议他不要强行去开这房间的门，就当这房间不存在就行了。由于珍妮只是和前任房主，也是这栋房子的主人，签订了房屋使用权和装修权的合同，没有真正的全款购买下这栋房子，所以后续的装修他也没有去动过这个房间。当时的珍妮虽然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但她听从了前任房主的话，自始至终就没有去打开过这道门，只是有时候经过那道门，她确实听到里面传来一些对话的声音和敲门声，甚至能闻到一些烧焦的味道。珍妮回过头来想想，房主绝对知道些什么，但并没有全盘的告诉她。在经过这么多一系列恐怖的事情后，她再也没有勇气回到那房子去一探究竟了。最后接手珍妮这栋房子的新任房主，他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？据说